盘点历代主角团的男二号一小刚。小刚被认为是动画中最成熟、睿智、温柔的主角，曾经陪伴小智在关都、成都、丰原和神奥地区旅行，可以说他就是小智的最佳密友和旅行时间最长的伙伴。说到小刚，就不得不提起他出色的料理技术和宝可梦医术，以及对做家务有着谜一样的执着。记得当时小刚就因为会做家务而选择留在了内木博士身边，本以为他会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可是等到小智从橘子群岛回到家里的时候，却发现小刚在和家里的小魔抢着做家务，对之前离队的事情是绝口不提，所以他在内木博士那的遭遇实在让人好奇。但小刚最离谱搞笑的还是他具备分辨不同地区乔伊和君莎小姐的能力。有一次他在得知乔伊小姐已经嫁人，并且还有2个小乔伊后，小刚瞬间经历了心动到失恋的过程，而到了后来又有不良蛙的随时监督，小刚就再也不敢肆意妄为。等到旅途回归的时候，他已经实现了梦想，成为了一名少有的宝可梦男医生。2小健。小健是小智在橘子群岛的旅行伙伴，他拥有着很深的知识储备，对宝可梦十分了解，生活中比较斯文。虽然说有些方面和小刚相似，但他不会像小刚那样主动大胆求爱，而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进行速写。另外，小健作为宝可梦观察家，非常崇拜大木博士，最后选择留在大木研究所给大木博士做助手。虽然他后面没有像别的角色那样再次出现在荧幕上，不过在小智回到真心镇或者是和大木博士视频通话时，还是能够见到的。3天童。天童的背景设定可以说完全是照搬了小刚，同样会做饭，同样也是道馆馆主，所以他们之间难免会被拿出来比较，而且超级愿望的剧情实在是难以直视，导致观众对这代动画评分也是非常的低，继而对配角也是没什么好印象。不过天童能和小刚以及希特龙兄妹交上朋友，也是看得出他其实是个还不错的人，就是实力在主角团里还是弱了一点。4希特龙。希特龙继续沿用了男二必是道馆主的设定，不过比起其他男二来说，他在的密阿雷市那是真的太大了，咖啡店、时装店数不胜数，简直就是卡洛斯地区的中心。不过希特龙初次登场也的确搞笑，因为在当时他是被自己做的机器人希特洛伊特给赶出了道馆，在决定和小智旅行后，希特龙又再次扛起了做饭的大旗。当然平时帮烫头的环节那也是必不可少，而让科学创造未来的名台词更是成了这代的一大亮点。最有意思的是，每次小智还会很捧场，并且无条件担任小白鼠，由此可见他们的感情是多么好啦。5卡奇马马内。因为阿罗拉地区是小智上学的故事，所以这里的男二就只能是同样戏份很多的卡奇和马马内了。虽然说阿罗拉没有道馆，但卡奇的实力放在所有男二里也还算得上不错的。尽管他打不过拥有超进化的小刚，可这毕竟是第一男二，被碾压也纯属正常。而马马内的实力就很一般，不过在游戏里托哥德马尔算得上是所有电子鼠中最好用的了。6小豪。毫不客气地说，小豪是历代主角团中最不讨喜的人了，而他出现的意义似乎就只是为了收服，最主要无论什么宝可梦他都是一球解决，甚至是收服备受玩家观众喜欢的水晶以及电神柱雷吉艾勒奇。当然小豪能让人讨厌的点还远不止于此，为了节省大家时间，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以上就是宝可梦里所有的男二号，你们最喜欢谁呢？